我们需要养成一个成长飞轮，来让自己的生活、事业、技能有一个正向的循环，不停的成长。对于一个社会新鲜人、工作者、管理者，或是对自己有所期待的人，都很重要。请开启下面的小铃铛，打开全部的订阅。Hello， 欢迎回到马克凡的生活 CEO， 我是 Mark Van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这一支影片当中，就来跟大家揭秘什么叫做成长飞轮，并且用4个步骤建立起你自己的成长飞轮。我先来跟你解释一下，什么叫做飞轮。顾名思义呢，就是你要打造一个轮子，一旦呢，它在一开始转动了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开始转动起来了之后呢，它会越转越快，后面呢会越来越省力。这个动作呢，就叫做飞轮。所以啊，你可能会听到要做所谓的企业的成长飞轮，或者是行销的飞轮，或者是阅读的飞轮，很多各式各样的飞轮。飞轮的意思就是说，在你一开始建立起一些施力点过后，它会自动的转动起来。然后呢，让你后面的效益可以加成，投入的资源可以越来越少，效益可以一直加成上去，这个就是飞轮。那我换个方式去讲，其实它就有一点像是复利效益。现在你已经懂了成长飞轮吗？你就清楚知道为什么它这么重要。因为当你打造起来之后，你只要花一点点的力气，再加一些新的元素进去，它转动起来的效果就很好。这个就是你现在要去学习的成长飞轮。但成长飞轮呢，它一旦打造起来之后它一开始可能会非常的辛苦，但是打造起来完了会帮助你省时省力，而且整个的效果可以拉出来，并且可以跟别人拉出很大的差距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人人都鼓吹说要打造自己的成长飞轮，或者是营业飞轮等等之类的事情。但这件事情你要把它打造出来，其实是相对困难的，不然就不会这么多人说要打造，但打造不好了嘛。那今天会先跟大家讲打造成长飞轮的3个心理的改变，改变了之后呢，就可以帮助你建立你自己的成长飞轮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不完美行动。很多人都会想说，我要先规划好我的飞轮长怎样，然后我要开始转动它。他在一开始就会想着我要有一个完美的飞轮。但既然叫做成长飞轮，就代表什么？就代表它一开始是不完美的，它要先滚动才会越来越好。如同一个轮子一样，一开始或许它不够圆，但透过滚动的过程当中，把它的棱角慢慢的磨掉，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圆，所以呢就会越滚越快，越滚越快。所以当你在打造你的自己的成长飞轮的时候，第一个要改变的心态就是不要追求完美，而是先进行不完美行动，开始滚动了，再来修正你的飞轮的细节。那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既然是要建造这个飞轮，那它就是你想要累积的领域上面。所谓的成长飞轮是它可以在同一个领域内呢，把那个轮子呢越滚越圆，然后呢让它的效能越滚越大，最后面呢它就像滚雪球一般，它可以弄出一个好大一个效能出来。这个呢就是需要你一开始就要锁定的一个领域，挑一个你愿意去做，你也愿意花时间去打造这个成长飞轮的领域，但你不讨厌的。说实在的，很多人是不太清楚自己喜欢什么，但很明确的知道自己至少讨厌什么。所以先挑一个领域你不讨厌，然后呢慢慢的把它做起来，做到越来越喜欢，而这个成长飞轮可能就会帮到你的生活跟你的事业上面。那第3件事情呢，就是你要挑一个自己好玩的领域。当你在转动这个成长飞轮的过程当中呢，你至少要觉得做起来是好玩的，是有趣的，是稍微有一点点反馈跟成就感的。这样子呢，可以让你的飞轮越滚越轻松，越滚越快速。那常常在讲一个成长飞轮呢，我就很喜欢举巴菲特讲的一句话，他说在你的事业上面，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找一个够长的斜坡，上面呢有足够湿润的雪，握一颗够圆的小球一路滚下去。当你滚到很后面的时候，它会越滚越快，越滚越大颗。这个就是成长飞轮的一个逻辑。所以你要去挑一个领域是你喜欢、有趣，但是呢它也足够长久的。然后呢一开始虽然滚动有点困难，但让它越滚越大颗，这个就是你要去建立的成长飞轮。那刚刚讲了这么多，我在片头有讲，让你4个步骤打造自己的成长飞轮。那现在就要进到这个主题啦。在建立成长飞轮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很重要，就叫做有意识的记录。必须要去学会
在做你的成长飞轮的时候的每一个动作，你要用文字或图像把它给记录下来，它是帮助你把每一个飞轮的棱角给记录下来，让自己去做一个修正。而第二个步骤呢，把你的目标定位出来之后呢，一次执行一个小单位就好。飞轮圆形呢是很多个多边形组成的，所以呢，你可能一开始是个四方形，那你一次就做一个单位、一个单位、一个单位、一个单位，滚动起来之后呢，再把它变成从四边形变成六边形，再变成八边形，它会越来越滚滑。当它变成很圆的一个圆形的时候呢，这个滚动飞轮就转起来了。这里面就有一个关键，你在一开始执行的时候呢，一次执行一小个执行单位，一次执行一小个执行单位，先确保让自己的飞轮转过一圈，再想办法把它变得更细致。这个就是转自己的成长飞轮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第三件事情呢，则是把你的成长飞轮的产生的过程当中，把它做成一些产出，分享给你的朋友，分享到网络上面去，分享给更多人。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你可以知道这些内容呢，哪些值得修正，哪些呢可以呢帮助自己呢去做更多的检讨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。那第四件事情呢，就是当你听到这些人的反馈回馈之后啊，你自己要去修正你的飞轮的内容，然后修正完了之后再执行一次，然后再拿出来分享。这个就是帮助你建立你自己成长飞轮的一个好方法。一样的，你可以用在你个人上面、事业上面，或者是你如果是一个创业者的话，用在你的企业上面，用在你的团队上面，它都是非常有奏效的一个方法，跟你分享。记住，建立成长飞轮的过程当中，它就是一直转。那既然叫做成长飞轮，它一定有正向跟负向。如果你今天发现到一件事情，你越做越辛苦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就代表你已经掉入了负向的成长飞轮。一个正向的成长飞轮，它应该是让你越做越轻松。抓住这个准则，成长飞轮呢，我认为是一个你不论在学生时期、工作者、主管、管理阶，甚至创业者，甚至呢你是父母亲的角度呢，其实都很重要。毕竟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成长，就是他突破舒适圈的原动力。所以打造越多个属于自己的成长飞轮呢，对于你的生活帮助会越来越大。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。我是马克凡，我想跟你分享这一切东西呢，其实我都写在这个我的自己的书里面《关键思维》当中，你可以来看看书，希望对你会有帮助。那今天呢，影片呢就介绍到这边。我的影片呢会在礼拜一跟礼拜四的晚上的9点呢进行一些更新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